新闻里面说的那具女尸是郭念，是不是真的？我也不希望是郭念，我也不想是他，可是没错，DNA 啊，DNA 都是对的。不可能，不可能！特别是您说到 DNA，我觉得完全不可能，因为之前我有偷偷拿郭伦的 DNA 去验过，就在他喝酸奶的时候把那个吸管拿给侯队让他去测，完全不符合。小马，郭伦的 DNA 不是郭念的 DNA， 郭伦是郭伦的 DNA， 郭念是郭念的 DNA。你都给我说糊涂了，什么叫郭伦的 DNA 不是郭念的 DNA？DNA 它是可以直系亲属去查验的。郭伦，不是郭念的弟弟，所以郭念的 DNA 是郭念的 DNA， 郭伦的 DNA 是郭伦的 DNA， 捡来的。哎，郭念，你要去哪儿啊你？干嘛？哎，不是，你要去哪儿啊？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什么样的日子？这不挺好吗？你每天都不让我工作，让我天天在家里待着。可是你呢？你天天在外头忙，我一天也见不到你。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不了解我了。我真的很想离开这个家。哎，你能离开我，离开这个家，能离开你那弟弟吗？他不是我弟弟。他怎么就不是你弟弟？郭伦本来就不是我亲弟弟，他是抱回来的。他怎么是抱来的？你又说气话是不是？当初就是因为我爸想要个儿子，我妈生不了，所以他们就抱回来一个弟弟。这么多年，我给他吃，给他穿，督促他好好学习。他现在长大了，他应该懂得照顾自己了。而且我觉得他跟你在一起比跟我在一起更安全。我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我就想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吗？齐恒，我觉得我们彼此该给对方一个空间。你说郭伦，他不是郭念的亲弟弟啊？不是亲弟弟，但是比亲弟弟还亲。郭伦，你听到什么了？郭伦，郭伦，你听。骗子！干嘛，郭伦？干嘛你，郭伦？郭伦，你照顾好自己，我去看一下郭伦啊。郭伦，你姐不让我告诉你，你姐不让我说，你比他亲弟弟还亲。郭伦，我姐不是我亲姐，我姐竟然有过丢下我的念头。但是你姐夫他没有，你姐夫他永远不会的，我也不会。我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齐恒跟我更没有一点关系。但他却是那个一直对我不离不弃的人。郭总好。哎，帮我记一下这个快递啊。嗯，好。谢谢。你好，请问郭伦在吗？我就是，您有什么事儿吗？你就是郭伦。对。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说侯警官，你不去调查杀害我姐的真凶，干嘛抓我啊？别乱说话啊！问你什么就答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怀疑你姐是被杀死的？我们现在的证据只能证明你姐是摔断脖子死的。至于她是掉到井里，还是被别人推下去的，现在还不能定论。万一是她自己掉下去的呢？还有，虽然有那么一封你姐寄给你姐夫的所谓的分手信吧，但是就现在的法医技术，还不能把你姐的死亡时间具体到6年前的某一天，只能是一个大致的范围。所以你姐呢，有可能是先离家出走，再寄信，然后死掉了。所以呢，就不能证明有人杀害你姐，再伪造匿名信寄给你们家，是不是？道理是没道理，但我就是觉得我姐是被人杀害的，这违法吗？这当然不违法。所以你就给我们寄匿名信，对吗？瞪什么眼呀？就你这点小伎俩，用你们的话是不是叫搂爆了？啊？你以为给我们发个快递，写个假的寄件地址、假名字、假电话，我们就查不出来了？我告诉你啊，通过快递单号，我们就能锁定快递员。锁定快递员，我就知道他在哪收的件儿，什么时间收的件儿，一查就查到你上班的公司了。还有，你姐的头发，这么私密的东西，谁会有？是不是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是你干的？原来警察不傻呀！你说什么？说，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想查清我姐的死因，但我不想让齐恒知道，否则他不会同意的。所以你就打算再给我们寄这第2封匿名信啊，协助我们调查？对，虽然他不是我亲。说什么？大点声！对，我就是想帮助你们去调查，就是这样。你寄这东西我看了啊，你是怀疑你姐查到了大公集团和江云化工农场的非法勾当，所以被那个郑铎杀害了，对吗？肯定是这样的，要不然不会那么多巧合。而且水卫红也说过，他亲眼看到郑铎威胁我姐，这郑铎很可能杀害我姐。好，这水卫红啊，现在还没找着，咱先不说。你能证明你和水卫红在不同的地方见到的那个人就是郑铎吗？就算是郑铎，你又能证明大公集团和江云化工农场存在你姐查到的那些非法勾当吗？不能吧？所以你这些是不是猜测？不是所有的调查都是通过猜测和推理开始的吗？哼，这话你小子说的还算靠谱啊！所以呢，我要谢谢你，给我们寄来这么多线索。但是现在我要跟你说正经的啊，这事儿你不要再插手了，交给我们警察。我就问你，你相信我吗？猴哥们儿，我这……哎，别套近乎。行，但是你不能把这事儿告诉齐恒，他会担心我的。行，你只要答应我不再私自调查了，我就不告诉齐恒，你还可以拿我当哥们儿。成交。来，你先看一下这封举报信。哎，有人举报郭念的死因跟齐恒有关。怎么样，很吃惊吧？我也跟你一样，看到这封信以后，这里边空泛的
只是说齐恒有家暴史，殴打过郭念，然后郭念提出离婚，齐恒不同意以外，没有实质上的什么严证和物证啊。虽说这是一封实名举报信，但是我觉得可信度不是太强。是，当然了，我们都是了解齐恒同志的啊。这个同志除了工作上比较较真儿以外，他还是个好同志，所以我也不大相信。那齐勇书记，您的意思是？我是这样想啊，只是凭着我们个人对齐恒同志的认识，对他的感情，那就把这封举报信扔到垃圾箱里了，是不是？也有失原则呀。那您觉得这事该怎么办？先查一查吧。啊，查一查呢，我们也是对党、对人民负责，也是对齐恒同志本人负责。如果查出问题来，我们再按程序逐级汇报；如果查不出问题来呢，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还有什么想法吗？哦，没有。那成，那我就成立一个小组，顺着这个线索呀调查下去。好，刘总。哎，我强调一下啊，调查先秘密进行，知情的人控制到最小范围。情况有什么进展呢？负责调查的同志单独向你汇报，你单独向我汇报。行，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好，去吧。市委那边应该收到我寄过去的信了吧？3天了，说不定齐勇书记已经开始调查了。但愿吧。罗总，齐恒身为国家公务员，如果接受刑事调查的话，就会停了他的职务吧？那可不一定，他们可不会因为一封实名举报信，就突然之间停了他的职，这不符合规定和流程。就算是要停他的职，也得得到市里的点头，包括高院的支持。那别急，这只是第1步，我这里还有第2步、第3步等着他。家暴，我觉得我没有。老侯啊，如果是工作压力很大，工作很多，我跟他吵过架是有的。我觉得夫妻之间很正常。但你们说我家暴，长期的虐待我的老婆，这真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情。来，喝杯水。齐远，可那个举报人说了，说你长期殴打郭念，还打得遍体鳞伤了。长期殴打，打得遍体鳞伤了。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举报人他怎么说的？时间、地点？是在2008年的2月。郭念呢，从齐州去你任职的都亭市探亲，你当时不是还去汽车站接他吗？你们俩见面之后啊，发生点口角，你还动手打了他，你记得吗？08年的事情。这是从郭念同学的平板电脑上拷贝过来的。
我这同学姓周是吧？叫什么名？啊，只知道姓周，名字，哎呀，我这一时记不住了。老侯，这郭念的资料啊，我查过了，他确实是成都人，而且在树德中学毕业的，这些都对得上。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11年9月8号，那就是6年前。对。那按照郭伦的说法，他最后一次见郭念是在9月13号。那假设他是那天遇害的，那郭念9月8号把信寄出去，又说要离婚，说完之后几天就失踪了。难道真的？娟儿啊，我问你一下啊，这个郭念在上班的时候，他有跟你说过受到过什么家庭暴力啊，或者说暴力创伤什么的？这个倒没有，不过，那个时候啊，我还不是社长，是新闻部主任。哎呀，他实在是太拼了，他在我们报社的用岗量总是压别的同事一头，而且啊，他还主动申请加班出差，感觉呀，是一个没有家庭观念的女强人。社长，你好像是话里有话呀。我是认为，一个女人如果家庭幸福，她还会总往外跑吗？娟儿啊，你这就是性别歧视了吧？家庭幸福怎么就不能拼事业了？啊，玩笑，玩笑。进，红支队，跑队，法医的第2份报告出来了。经检测，在郭念右手桡骨下1/3处发现有骨裂缝，疑似有骨折痕迹。你把文件给我。好，你忙去吧。好。不会吧？真的是家暴？我就烦你这每次都来这个先入为主，那骨折的原因多了去了，怎么就是家暴？也对，也对，还对什么对呀？到医院调查去啊！这个交给我。这是我在郭念的个人资料里找到的病假记录，里面有一份病历的复印件，这上面医生的签字，是你吧？对啊，是我呀。哦，对了，你刚才说你是什么地方的记者？哦，女性新报，这是我的记者证。张记者啊，哎，你看啊，这上面写的是2011年，已经过去6年了。那你还记不记得郭念是因为什么骨折的？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据病人口述，说是自己在家里楼梯上面摔伤的，然后呢，经我们医院诊断，确诊为右手桡骨骨折。这是病人自己说的？对呀。那会不会有另外的原因？那张记者，您的意思是？我是说，他会不会是被人打伤的？打伤？啊，这倒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我必须要亲自见到这位病人呢，我才能够确诊。因为你想，时间这么久了，我怎么能够记得清楚呢？唉，其实有很多女人遭受到家暴，被男人打伤，都会谎称是自己意外受伤的，对不对？是啊，挺多的呢。薛医生，你我都是女人，相信更能体会出这种无奈的感觉吧。
我跟你说啊，像这种打女人男人根本就不东西那个，这些女人也真是的啊！你说，哎呀，算了，不说了。那个张记者，你的意思是说，我之前的那个病人也有可能是经历过家暴？这正是我在调查的方向，不过不排除有这种可能。郭念，这个名字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郭念，不会是前一段电视新闻里报道死在井里的那个女人？对，就是她。哎，你说会不会是她丈夫？哦，对了，薛医生，出于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来找过你的事儿。哎，这个我懂的。那个郭念是被打死的吧？谁告诉过你他是被人打死的？哦，哎，不是，你为什么说他是被打死的？我就是这么随口一说嘛。这个事儿怎么能随口说呢？还有，这份病历报告上面明明写的就是他是家中摔跤导致骨折的啊，这上面还有你的签名呢。那你为什么说他是被打死的？哎，我可没有这么说啊。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在6年多以前的事了啊，具体详细怎么样的，谁记得清楚啊？而且你也看了这病历，病历上明明写的是经病人口述，哎，那么至于他是摔下来的呢，还是被打的，那谁知道啊？可你刚刚明明……哎呀，我的意思是说，的确呢是有一些女患者呢会到我们医院来，当时来的时候呢都说自己的伤呢是摔的或者是撞的，哎，可是没多久他们就哭哭啼啼说是被自己家男人打的，但是呢当这些男人进来的时候，他们就不说了。哎，那你们说说看，让我们这些做医生的该怎么做啊？他们坚持这么说，那我们就得这么写呀。那这个郭念当时有没有说过他被人打过？两位警官呢，这时间呢真的是过得太长了，这个有可能他说过，也有可能他没说过吧，我记不起来了。那关于这个病人，你还能想起什么来？这个病人嘛，倒是什么？也没什么，我确实想不起来了。老郝，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医生有很大的问题啊？他之前说的话和现在说的话完全是相矛盾的。难不成郭念真的是被打死的？你这又主观臆断了啊！毕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忘了也很正常。齐恒这儿只是一条线，别忘了，郭伦找郑铎那儿是另一条线索。哦，对了，郑铎的住所啊，我找到了，要不要把他带来问话？先不用着急，咱现在还没有证据，先不要打草惊蛇，先盯着。关键先把水月红抓到，让他来指认。明白。侯队，我已经调查过了，这个游乐场早就不存在了，录像资料也找不到了。不过，我们当时调查这起案件的同事，发现了一个游乐场出口处的录像视频截图。你们看，我已经问过郭伦了，他非常确定郭念那天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就是说这就是郭念是吧？对。9月13号下午3点钟，那就是说3点钟之前这郭念还活着。白柳，我让你调查的13号前后这齐恒的行踪有结果吗？是这样的，这个齐恒当时担任的是一个地级市中级法院的院长，然后9月12号他去应邀参加了一个邻省的法院交流会会议，9月14号当晚坐飞机飞往北京去参加一个最高法院的培训，这个培训要历时半个月，也就是9月30号，国庆节前一天回到济州。哦，那也就是说，从9月12号到9月30号之间，齐院都不在其中。应该是。那根据法医推算郭念的死亡时间来看，老侯，
齐远可以摆脱嫌疑了。侯队啊，不是这样的，这个齐恒那天正好就在其中。什么？啊？郭总在办公室。哎，好，谢谢啊。不客气。好啊，哥们儿。怎么又是你啊？怎么说话呢？就这么当哥们儿的？来，过来，咱俩随便聊聊。问吧。你先看这个。我姐的报告单。对啊。她骨折我知道，当时就是在家不小心摔的。你那天都看见了？我正好在家。那太好了。现在有人说你姐夫对你姐有家暴，那你当时看到的，你姐到底是自己摔的，还是你姐夫打的？你放开我！郭念，你没事吧？啊，你怎么了？你告诉我。我知道你最尊敬的、最爱护的就是你姐。你说你姐跟你姐夫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想听实话？你说呢？哎，老牛。齐远。哎，小马，我问一下啊，上回你替生病的那个庄厅长审的那个案子，情况怎么样？通过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收获？当然有，这段时间我收获可大了。哇，这几天让我对，特别是影视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哦，比如说本庭的另外一个案子，齐州的大笑传媒，他呢在没有签订编剧的合同之前，他就以口头保证的形式问编剧把原稿要了过来。结果还盗取了原稿当中的核心内容，自己又写了一个剧本，而且还在编剧的署名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写那个编剧的名字。人家都已经开始融资投入到拍摄当中了。不过好在那个编剧啊，他早就已经注册了知识产权，所以人家就有凭有据的把齐州大笑传媒告到我们这儿来了。齐州大笑传媒侵犯知识产权，事实成立，判他赔偿道歉。要我说啊，这个犯了抄袭和侵权罪而被判刑的公司或个人，就应该直接列入劣迹名单。就是这几天让我对知识产权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视。如果以后我们有什么想法啊什么，我们都应该及时注册。那万一呢，对吧？我们还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我现在有个想法啊，我下午呢特别想吃这个红烧肉，你们说要不要去版权局注册一下？这事交给你了。牛郎又笑话我。我觉得啊，通过这个侯支队他们来了，在会议室等您呢。哦，好，我知道了。你们还是认为我家暴，杀了郭念是吧？不是老齐，你看上回那很多疑点，这不弄来些证据吗？虽然也很可疑，但是总得咱俩先碰一碰。我觉得啊，把头绪捋一捋，所以没叫你去局里嘛。我也有一些疑点啊。你首先啊，这个郭念的同学，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不清楚。还有啊，他的这些信件，现在我看到的都是复印件，原件呢？他同学说占地方，然后这些原件呢就都扔了。那我想问一下，那原件的大小和复印件的大小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他怎么可能把原件丢了留复印件？哎，阿姨，您去超市买东西吗？啊，想买桶油。那您能帮我一忙吗？
帮啥忙啊？就那超市地上有一袋方便面，还有一罐奶，能帮我拿出来吗？你自己怎么不去拿呀？我看见那里面一直在哭，我就挺吓人的，有点害怕。我来吧，我来，没几步就到了。我给您送过去，给您送过去，互相帮忙嘛。您帮了我的忙，我也帮您送回去。哎，你怎么惹着那小宋了？我没惹他呀。那他哭啥？那谁知道啊？哎，也难怪哈，这闺女没了，他能不哭吗？嗨，那闺女没了，失踪了就找呗，哭也没用啊，是吧？嗨，找啥找啊？那夫妻两个自己顾自己，谁还去找孩子啊？我可没见着。哎，往这边走，这边。哎，我看着他那爱人不天天开个车悬赏60万吗？不找着呢吗？嗨，那都是做样子的，给别人看的。为啥呀？我哪知道为啥呀？我跟那宋丽敏认识可不是1天2天了，我整天在他那油盐酱醋的，他找不找闺女还瞒得着我啊？哦，哎，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是帮那个胡大婶办事儿的，他儿子在监狱里面不是受了冤屈了吗？哦，我知道了，你也是冲那60万来的。哼，给我吧，我到了。郑主席，张少，真的抱歉，我刚刚知道乔伊和您的事儿，谁点的？我要是查出来，我非把……哎呀，行了，我现在也不想追究到底是谁报的警了。张少，现在不是这个事儿，最大的问题是乔伊已经去医院做身体检查了，据说还要做司法鉴定，认定他被强奸了。啊？本来都没事儿了，不知道谁在后边给支的招。现在这孩子铁了心了，就要告您强奸。张少，真对不起，我真不知道他是这么一个人呢。你等会儿。哎，我问你，那女孩到医院去检查，谁陪她去的？也是我们总裁班的一个同学，叫鲁春阳，波动网的总裁。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公司的网络作家，女的叫白小莲，他们一起去的。哎，等会儿你，波动网？对，黄雨红，他们那个喜游网收购的那家网络公司吗？对，乔伊就是鲁春阳带到9局上的，所以，啊，我明白了。啊，谢谢你啊，辛总。以后这事儿啊，可能还少不了要麻烦你。应该的，郑主席您随时吩咐，张少您随时吩咐。你先回去吧，谢谢啊，我跟一伟再聊2句。哎，好。对不起。你现在知道鲁春阳的底细了吧？王玉红的手下。黄四海现在在监狱里面，那事儿你知道的啊。你们那什么，平城4少一下少了俩，一个坐牢，一个没命。我当然知道妈，那聚会我不也在呢吗？就别提那事儿了，你爸生气就是跟那个事儿有关系。我们现在去求黄雨红的话，那黄四海的事情肯定回避不了。妈，那根本就不是一码的事儿。那黄四海是过失致人死亡，我这算什么事儿啊？哦，因为我这点小破事儿，还得把黄四海给捞出来，真逗。你真以为这是小事儿吗？在我们这个家里面有小事儿吗？我告诉你啊，无论你出了什么事情，对咱们整个家庭影响都是一样的。整个家庭，行，我就为了这整个家庭去找乔毅，行了吧？让他配合咱不就完事儿了吗？就这点小事，浪费我这么多时间。你真能搞定吗？什么事儿在你们那儿那都是天大的事儿，是因为你们当官都当怕了，我这儿那就是一顿饭，一束花的事儿。哼，哎，实在不行，那就2顿。要真是你想的那样就好了，儿子。大哥好，
妹妹好。来来，坐。哎呦，你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我还喝呢。来，坐着说。我刚从沈广军他嫂子宋丽敏那儿回来，有了新的发现啊！什么发现？这个沈广顺天天开着那个改装的面包车啊，找他女儿苗苗。宋丽敏为了苗苗失踪的事儿，跟沈广顺已经离婚了，这事儿大吧？是不是对女儿感情很深啊？人之常情。胡雪娥为了她儿子沈广军啊，豁出去了啊，大闹会场自杀，无所不用其极。明明知道我是捞偏门的，盯着他那个60万的房子，他还不忌讳。只要我能办事，哪怕有1/1000的希望，他都全力配合。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按道理，宋丽敏跟沈广顺他们要像胡雪娥一样的下功夫去找他们的女儿苗苗，是不是？是。可是现在我发现这两口子好像找女儿这事儿，并没有那么上心啊，只是拿这个说事儿啊。这什么道理啊？我从宋丽敏那个邻居老太太那儿听到一句话，我很受启发。她说什么？她说宋丽敏和沈广顺这两口子根本就对女儿没有什么感情，他们也没有下功夫去找孩子，他们只是把这件事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真的？咱们做个实验吧，啊！这个是沈广顺那个改装面包车上的广告电话，我的电话胡雪娥知道，这样用你电话打一下，就告诉他你发现了他女儿苗苗的线索，看他怎么说怎么反应，好不好？这事儿我不干，人家丢了女儿，我打电话骗人家，我这事儿干不出来，于心不忍。怎么于心不忍了？我认为他们的女儿失踪跟小树林谋杀案有直接关联，这么重大的案子可以一试。打。喂，喂，沈先生吗？我知道你在找你的女儿苗苗啊。我知道点线索，2年前啊，我经过那片小树林，我看见。挂了，再打。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关机了已经。按理说，你就是接一个骗子的电话，提供你女儿的信息，你总得分辨一下真假吧？这倒好，啊，没什么态度，语气也没什么变化。所以啊，我倾向于认定
宋丽敏和沈广顺的女儿苗苗在小树林谋杀案中已经死亡。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事情可就全不一样了。是啊，沈广军是为了找苗苗才进了小树林，发生了凶杀案。法院最后定罪，没有苗苗死亡这个证据，影响这么大的一个重要案件，任何一个证据的变化都会直接导致整个证据链的崩溃，也会导致整个案件发生不同的变化。没错，如果我能找到这个新的突破口，找到新的证据，胡雪娥那60万的房子可就归我了。阿和，你说吧，我怎么跟你分啊？毕竟你给我提供了这么多秘密的情况。说什么呢你？你以为我何树国瞎那点钱呢？是，明白。你老何是混官场的，只要能往上走，钱算个屁。越说越不像话了。我告诉你啊，有些话你就在我这儿说说，你要在外面说，你死定了你。什么死定了？我怕什么呀？我靠本事挣钱，我又没犯法，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哎，问你点正经事儿啊，我给你开那旅社，前台那小姑娘跟我说，你这几天都没住在那儿，你干嘛去了？小树林啊？哪个小树林？还有哪个小树林？徐大发被沈广军杀害那个小树林啊？胡雪娥那房子60万呢，我不得下点功夫找破绽啊？你成宿都在那小树林待着，不害怕呀？只有半夜我才能安静下来，我才能琢磨事儿。反正在旅馆里也睡不着，那还不如到现场去看看，找找灵感。真行你！我一会儿还要去，你要不要一块儿去？不去。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一块儿去，找到感觉。啊，这关总算过去了。哎，火车哥，这次有违您送包不送花的原则呀。哎，你是不是真对这妞上心了？妞什么妞啊？上什么心？你过去给人道歉，不得有点诚意？是，什么都不。对，我上去了啊。哎。找550那位女孩吗？对。她下午的时候搬走了。哦。那您知道她不？算了，您应该也不知道。谢谢啊。没事。哎妈。我来找乔伊了，他不在，搬走了。您不用担心，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有多大本事啊？他住哪儿我已经知道了。妈，这事儿别跟张永成说，你要跟他说他又炸了，我自己惹的麻烦，我自己能解决。都在这发现什么了？琢磨了几宿啊？说实话，真没发现什么，就是在这棵树上画了个道。画了个道？根据你给我那个卷宗啊，我得出一个结论。当年徐大发案发的时候，沈广军的车就停在这棵树的旁边。
我仔细研究过，就这棵树，没错。我知道啊，那画这干嘛？有什么用啊？不知道。我说，你在林子里是睡袋呢，还是啊？哪儿去啊？之前有这玩意儿吗？没有。那你觉得是谁挂在这儿的呢？不知道。你觉得他挂在这儿，想表达什么意义呢？不知道。那你叫我来看什么呀？叫你来帮我忙啊，帮我找线索呀。这是60万的房子，要真是能有贡献的话，咱俩分呢。我以为你在这儿住着几宿啊，全都想明白了呢。起床了，起床了！这把盆给我拿。哎，好嘞。尿脚了，你看不见呐你啊？有吗？瞎呀你啊！那么大车你看不见？没看见。都他妈尿呢！死的你！报告政府，黄四海他没事找事儿，一泼尿啊，全都尿到我脚背上了。你是不是欠揍？闭嘴！我看你也欠揍。报告警官，是他们要打死我，我真的没法在这待了。胡说八道！监狱里能打死人吗？我要见教导员，我要见分监区长，不，我要见陈监狱长。黄四海，你少装蒜！这种小摩擦还要见监狱长？我们是干什么吃的？就是啊！不要忘记了，你们在服刑期间打架斗殴，只会延长你们的继续改造时间。他们说要见我一次，打我一次。谁说？你说的。你听见没？有人指控你施暴，我今天就把话撂这，以后他身上多一道伤痕，都要记在你头上。政府，他自己摔伤了，有啊，怪我。这4周都是监控，他自己故意摔伤了，关禁闭扣分的是他，不是你。哦，杨永民，王四海就交给你了啊！以后他出什么事儿都算在你头上。是。出什么事儿了？哦，教导员，你过来了。这个王四海跟人打架，是吗？王四海，你可是刚刚立功减刑的人，为什么要跟人打架？你这逻辑说不过去吧？报告教导员，不是我要跟人家打架，是他们要打我，他们处处为难我。你胡说什么呢？明明就是你挑的事儿。警官，他们处处都针对我，他们就是嫉妒我能立功。上次他诬陷我说在他被窝里放大便，这次又说我尿他一鞋。当时进监区的老大，我怎么改啊？报告政府，黄四海颠倒黑白，一泼尿啊，整全都尿到我脚背上，谁敢惹他？你说谁敢惹他呀？你想我一个卖黄碟的，我敢惹他吗？够了，对，是政府。
边队，哎，什么事儿？是。哎，我马上跟领导请示啊。领导说了，说只要是伊伟的事儿，随时如实的汇报。哎，你这样，你把那个详细情况发到我微信上，我现在就去汇报。好。同志们呐，我呢，眼看着就要离开了，说实话，这心里头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个地方，但是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离开。个人的感情，最终还是要服从工作大局的，是吧？所以最后我还想跟大家谈一谈工作上的事情，好吧？关于刑事执行检查这一块，我们面临的考验还是很多的，尤其是要下大力气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的巡回检查这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制度，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还有监狱的协作配合，贯彻落实好党的刑事司法政策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同提升罪犯的教育和改造质量。同时呢，我们要结合检察工作的实际，充分发挥好巡的优势和驻的便利，进一步提升法律监督的实效，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的创新发展。具体到案例上，就比如胡雪娥上访爆出来的930谋杀案，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到现在还是无法了结。这说明什么呢？刑事案件一旦服刑，那就意味着一个服刑人员他这一辈子都要受到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任何的漏洞、任何的问题，都可能让服刑人员有理由提出申诉啊。我们的工作就是不要给他们任何挑毛病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办案要极其严谨，不能留下任何毛病。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对自己讲，我们完成了组织上赋予我们的使命，同时也保证了人民的正义。好，谢谢。这个我最近老爱用这个词了啊，主要是因为这个词啊，现在在网上已经成了表情包了。对不起，我先出去一下，你们先接着聊，好吧？张书记，这是您的欢送会，您走了的话，我们聊有什么意思？哎，有意思啊，我可是有感应的啊。你们聊。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黄四海这事儿，开个例会啊。政委呢让我说两句，其实我没什么可讲的，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二监区出现了重大的责任事故。我们怀疑5分监区长郑瑞打断了服刑人员沈广军的胳膊。这件事情如果弄不好，郑瑞面临的是刑事责任。大家应该很清楚，也很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有就是1分监区也出现了问题，服刑人员黄四海因为立功减刑，遭到了同监区的服刑人员的妒忌，多次和同监舍的罪犯发生打架斗殴。我想做个调整，我这想法呢跟政委汇报过了，也跟柴科长呢打过招呼。我想
把这2个家伙对调一下，让他们远离现在的环境，至少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黄四海跟沈广，你能等我把话说完了吗？不是监狱长，我等不了了，你让我说2句啊。黄四海调走我们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调一个更麻烦的沈广军来，我们可能接受不了啊。我们一监区本来人手就不够，现在我们监区长老婆在医院生孩子，休假还没回来呢。这黄四海换沈广军，我张罗不开呀。好了，我说现在调了，沈广军的胳膊折了，等他做完手术恢复好，再调到你们一监区，至少得2月吧？不是你着什么急？陈姐，不是你着什么急？陈姐，打断一下，就是您的意思是说，沈广军我们还得看着，黄四海也调过来了，我们也得看着，这等于是2个刺儿头，2个烫手的山芋全得我们看着。现在那个郑瑞又停职检查了，我担心，我只是担心啊，担心我们这儿也张罗不开呀。我个人意见啊，罗监区长的担心，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2监区是犯人最多的，刺儿头也多。本来小郑是我们的得力干将，可是现在在停职审查，所以2监区的人手真的是不够。行了，打太极呢？你推我搡呢？你们还是不是党员？觉悟到哪儿去了？一个个年轻怕重，遇到困难都想往后躲，这是什么工作态度？本来今天我不打算讲话的，可我心里憋着气，这都是你们弄出来的问题，可就是没有一个主动请缨出来解决的，都想着把麻烦往别人身上推。我想问问大家，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吗？陈监狱长，黄四海和沈管军对调的问题就这么定了，不用再做思想工作了。好，下面主要讨论一下2监区5分监区长郑瑞殴打被监管人的问题。李科长、柴科长，你俩为主，配合检察室的同志开展调查。郑瑞同志究竟有没有殴打监管人员？如果没有，我们一定要还他清白；如果有，我们绝不姑息。是。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啊？你们还可控，控什么？是控制舆论还是控制公安呢？又是郑双雪出面干的这个事儿吧？不是领导，没人干涉这个事情，只是因为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定性，还有挽回的可能。那你刚才说的可控是什么意思？嗯？我问你，如果张一伟是胡雪娥的儿子，你还会不会说可控？说到底，就是因为我是政法委书记，我可以搞特殊化，儿子犯了法还可控，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我不管，我也不挽回。张一伟自己干的事情，让他自己去解决。哎，领导，你先坐下。这个逆子，他可真会挑啊！他挑了这么一个最可恶的名声送给我，您先别生气。哎呀，本来这事情已经过去了，谁知道这姑娘自己又跑到医院去做检查去取证，结果就变得复杂了，所以编队才说有必要向您汇报。要是能压下来，你们就不向我汇报了。现在压不住了才向我汇报，是不是？不是，那我们您工作这么忙，我们不能事无巨细的都跟您。张一伟的事情就是要事无巨细的告诉我，你郑双雪还有边国立，你们不能瞒着我搞事情，尤其是我家里人的情况，全都不能瞒着我，你知道吗？是，知道了。
这些东西全都拆了吧，不用打包了。不是亮，那咱们还要办。我张一伟的事情上了舆论，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就干不了了。组织上就是再信任，我也没脸再继续干下去了。还办什么办公室？那事情没那么严重。必须通知郑少雪还有张一伟，今天晚上让他们两个回家，我要亲自找他们谈一谈。那我现在就去通。爸，这是我第一次赚的钱给您买的英雄钢笔，祝您在仕途上能够越走越远。监狱医院我亲自去过，医生说沈广军的胳膊已经骨折了，但是以监狱医院的条件没法做正骨治疗，所以正在申请服刑人员到社会上的专科医院去就诊。吴姐，熊姐，小罗，来坐下，我们开个短会。少峰啊，你接着说。虽然这个诊断结果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沈广军的情况确实是非常严重，尤其他现在正在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这时候在监狱出事儿，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会有什么问题？沈广军的母亲这胡秀娥不是刚出事儿吗？那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所有人都盯着咱们呢，就看着这沈广军的案子往哪个方向发展。可是这时候他胳膊突然折了，这消息传出去，恐怕会引起舆论的反弹，尤其是监狱干警殴打罪犯，那这舆论到时候可能就不会站在咱们这一边了。在查明郑瑞是否违反纪律殴打沈广军之前，谁会把消息传出去？未经查明的事，谁敢传出去？谁叫负责任的？少峰啊，网络上你说话比较多，你当心别说漏了嘴。这您放心，我嘴上有把门的。而且我这节目每次在播出之前啊，脚本和内容都会交由这个省院的这个新闻办去审核通过。您放心，不会捅娄子。还是小心点好。现在不像从前了，网络这个东西啊，我们是很难。好了，说正事儿。沈广军的案子呢，非常敏感，非常复杂，网络上呼声非常之高。上级已经决定重新调查930杀人案，所以你们俩要严谨细致地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随时根据上级的部署和要求展开重新调查。不管是关系到930杀人案，还是郑瑞殴打犯人案，我们都会非常谨慎的。你的床铺在那儿。班长，到。黄四海编入你班，2监区的情况你负责向他介绍，让他早一点熟悉环境、人员和纪律的要求。是。黄四海，你有什么情况，及时向班长报告，及时向班长和室友了解。希望你在这里好好改造，别再闹出1监区那样的事情来。报告警官，1监区会出现那样的情况，都是因为他们嫉妒我、陷害我。我相信在新的环境里，绝对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我一定好好做人，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贡献社会。大话就不用说了，努力吧。是。行了，解散。
才还念叨你呢，怎么样？监狱长怎么说的呀？任监狱长说了，让我先归队，等事情查清楚之后再说。我刚才吃了点东西，现在什么情况？一监区又给我们找事儿来了，是不是黄四海过来了？哟，咱们小郑消息还挺灵通的啊。范四良专门找我说过这件事儿，说想让咱们接收黄四海，我当时就一口给拒绝了。我说，除非他们愿意接收陈广军，我就愿意接收黄四海。郑水，不是我说你啊，以后你少吐这口，别出这种馊主意。在工作会上，范四良就是这么说的。没想到监狱长竟然答应了，说是把沈广军调过去，可是他现在还在医院里住着呢，等着去社会医院就医呢。你们俩的事儿没完，怎么能马上调过去啊？现在事实就变成了沈广军和黄四海都在咱们这儿了，这太不公平了。有什么公不公平的？那吴政委会上都发脾气了，说咱们工作就是挑肥拣瘦的。那他范四良把烫手的山芋推出来，就不是挑肥拣瘦吗？行了行了，别在背后议论领导了。郑水，这刘铁以后你要好好带带他。刘铁咋了？刘铁，你太软了。刚才黄四海2句话就把你给镇住了，以后你怎么开展工作呀？以前一直是郑分监区长主持工作，我辅助他。现在他突然停职，我确实不适应啊。刘铁，这个黄四海啊，确实是个人物，你一定要小心盯着点。如果自己应付不了的话，就培养几个积极力量；如果还不行，就给他安排一个包夹，人多力量大嘛，明白吗？郑分监区长回来了，我压力小多了。压力小多了，郑瑞的事儿还没结束呢，他有可能还调走呢。要是沈广军真把我给诬陷成了，那我就脱警服不干了呗。我还就不信了，我们这么多同志，又是一级党组织，还有检察院的监督，这点事儿还查不清楚了？郑瑞，这我就得批评你了，动不动就说要脱警服不干，还有没有党的组织纪律性？受点委屈哭着喊着要跑，你还是不是个党员？党员就该没脾气，党员受了委屈就得忍着。行了，别说这么多废话了，干活去吧。我提醒你们2个，这黄四海可是个人物，你们2个要好好的下功夫，知道吗？哦，对了，监狱长、教导员，你们呢也对这个沈广军下点功夫，别他哪天真抱着我一起同归于尽了。这臭脾气！领导，您别太生气了。上午还在省委开会，布置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这话音还未落呢，我的儿子就强奸民女，这不是黑恶势力是什么？他要是黑恶势力，你们这些替他遮遮掩掩的人又是什么呢？就是第1层保护伞呐。那么我呢？我就是他们的终极保护伞。